Let's build a better tomorrow for our beloved children and our beloved country. And when we do, America will be greater than ever. 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充满意外的一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风头正盛，538等各大主流民调的结果让所有支持者都以为他会是下一任总统。近39%的选民拒绝投票，以抗议这场无聊的政治游戏。然而大选当日，选民给出的结果与网上的呼声截然相反。各个兰州的主要城市迎来了兵荒马乱的过渡期，报纸的矛头指向 Facebook 等大型社交媒体，声称他们的算法让推送内容两极化，导致竞选团队不能正确的预估形势。Even in secret, private Facebook. 这种让蓝色越蓝，红色越红的现象并非偶然。在当今网络时代，我们都知道算法会追踪自己的浏览足迹，做一张心理侧写。今天在购物网站上挑选合适的外衣，明天看视频时的广告就是时尚款式。无孔不入的追踪似乎让监听则明成为奢望。我们是否会因为信息过滤而只看到愿意看到的故事，从而离真相越来越远呢？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与他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桑斯坦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社交媒体都在想方设法地瓜分人们有限的注意力。他们会根据一个个被标签化的人像推送定制化内容，并通过用户与内容之间的互动来强化这种定制，从而提高用户粘性。而一旦这种互动反复几次后，用户接收到的信息难免逐渐单一化，如同裹在蚕丝中的茧蛹。这种现象也叫回音式效应，它给人营造身在主流的假象。用户实际上只会接受自己认同的观点，信息像回音一样在彼此之间复读循环。圈里人接触的信息面逐渐窄小，缺乏对事物的全面认知，却很难意识到这点。当有茧房外的声音闯入，比如有人说香菜很好吃时，拒绝香菜糖轻微惊奇这种人居然存在。讨厌吃香菜也许是个无伤大雅的喜好，但如果喜恶的对象是公众人物，是环境，乃至群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时，深陷回音的我们到底如何判断谁才是大多数呢？2016年的大选正表现了桑斯坦所担忧的群体极端化现象。社交媒体的主流用户，全美18至30岁的青壮年群体均为蓝色倾向，反对他们立场的文章鲜少被推送到主页。这是代表美国政治立场的信息茧房。蓝色回音室里的选民们并未意识到美国存在的另一股声音可以力压他们的票数，以致选出一位缺乏幽默感的总统。而在这间大茧房里，还有无数个小房间，各自形成观点。比如匿名者 Q。QAnon 起始于2017年，最初来自 8chan 论坛上一条匿名者 Q 所发布的谣言。Q 宣称几位民主党高层暗中参与儿童拐卖和食人交易，还预言特朗普将带来一场风暴。由于在之后对白宫的采访里，特朗普也强调了风暴一词，观众顿时对此阴谋论半信半疑。You guys know what this represents? Tell us, sir. Maybe it's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What's the storm? Could be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What storm, Mr. President? You'll find out. 匿名者 Q 是美国隔三差五就会风靡的阴谋论之一。耐人琢磨的是它的知名度。截止2020年7月，在 Facebook 上有100多个这样的主页，每个账户下的关注者不低于1000人，有的甚至能达到15万的关注度，这还是 Facebook 打压后的成果。关注了反新冠疫苗、反隔离政策，支持特朗普的主页与兴趣组的用户会被算法自动判定为匿名 Q 的粉丝，而当这些用户接触到疑似这些信息后，类似的内容会不停地涌现在主页，仿佛掉进了兔子洞里。虽然事后证明匿名者 Q 发布的内容纯属谣言，但他的支持者为谣言所制造的回音循环往复，最终淹没掉其他声音，并演变为现实世界中对异己的暴力。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会造成群体割裂，封闭交流渠道，并瓦解社会凝聚力。匿名 Q 的传播和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可以看出，若不对信息茧房加以警惕，极端化的群体能将混乱带入现实。然而事实上，许多针对数据推送的担忧过犹不及。这篇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记录了往年对信息茧房和回音式效应的研究，其中有很多例子证明个人体验不等于真实数据。比如说，大选结局让人们认为 Facebook 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根据调查，只有 4% 的人会在个人简介中注明党派。在这小众群体中，算法只减少了对民主党派 8% 和对共和党 5% 的新闻推送。
同时，网络夸大了特定用户的存在感，让人们误以为活跃度同等数量，导致在一件事上回响的总是相似的声音。那反过来说，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人云亦云呢？2020年，一则来自德国的心理研究试图找到答案。实验按照1681名受试者所习惯的信息接收渠道做分类，发现相对于喜好网络新闻的群众，脱离网络信息的群体表现得最具责任心且观点稳定。但是从网上获得信息的群众，可以通过订阅不同来源的新闻来降低信息茧房的影响力。这么看来，今天信息科技似乎并没有让看清真相这件事变得简单，而信息茧房天花板的上升潜力则更是无人知晓。